丽叔啊，其实你看啊，不管你有没有跟封腾在一起，但是你在很努力的成全这段感情，在这个成全的过程中，你变得更美丽、更知性、更大方、更漂亮了，这样就够了。可是我觉得之前对珊珊的种种，好像也没显得我优雅成熟，是吧？嗨，现在也不是你优雅成熟的时候，走，玩去。走。别跑了，我快！想不想吃东西啊？我真的有点饿了。那你想吃什么？哎，我知道一家特别好吃，就是我上学的时候，那会儿我们同学都去吃。在哪儿啊？我。Hey, how was London? Do you have it fun? Hey, I can show you around the city. I know some good places. Sorry, you gotta go home. 谢谢你没跑。要不要去医院啊？没事。我流血了。吓死我了。没事。没事。Please bring an ice pick and some ice.怎么回事啊？没事儿，小伤而已。警察都做过笔录了，但是他不肯去医院。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都是我不好，他为了逗我开心，我也没注意都走到什么地方了。不是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是我带你去那儿的。你们两个都不好。都说了是我不好了，是我心情不好，所以眼力也没看好。能不能现在不要追究责任了？好了，请你出去吧，我要照顾我男朋友了。好，你们好好休息。轻点儿。男朋友？不疼啊？我知道。Mrs. Fan? You must be mistaken. She is Miss Zheng, not Miss Feng.
别动。还疼吗？不疼。我今天都忘了感谢你。除了遇上流浪汉，今天一直都很开心。很久都没有这么开心过了。只要你能够开心，就算我被挨了几拳，也够本了。不过你打起架来还真的挺可怕的，把我都吓坏了。大事不妙了，让你看到了我黑暗的一面。黑暗，因为风腾，我也才发现，原来我在爱情里有这么多的黑暗面。原本那个爽朗的原理书，在爱情里面是一个嫉妒心强、爱算计、又爱撒谎的女人。现在这个黑暗的原理书，已经可怕到连我自己都快不认识自己了。那现在呢？你发现自己爱得那么面目全非，你还想坚持下去吗？如果一段感情里没有一点正面能量的支持，那坚持下去还有什么用？什么是正面能量？你刚刚说跟我在一起特别开心，这算正面能量吗？我想，一段感情里面应该是要这么开心的。李叔，去哪儿呢？对不起，我先回国了，我还需要点时间想一想。
喂，方腾，丽叔先回国了。为什么？你先别问那么多了，我担心他回上海就又消失了。是吧？是不是精神好多了？你看脸色也好多了。哎呦，那个这次啊，真的是谢谢小张了啊，谢谢啊。没事没事，应该的应该的。那行，我还有事，那我先走了。哦，好，那辛苦你了啊，小张。行行，没事，那我走了。哎呀，好，再见再见，谢谢啊，不送了啊。哎，小张挺老实的啊，那个看上去挺不错的，就是人也挺上进的，是吧？好像学历低了点啊，这是个大专。那有什么呢？年轻人只要肯学肯吃苦，那是最要紧。好点了吗？就是，再怎么说，当司机也是个本业嘛，大不了回到老家，接管出租车行，做做小生意啊。怎么说，也是个小老板。行了，你们别说了，我们真的只是同事。嘿，珊珊，你和那小张还真有默契，口径都那么一致，都说是同事，我才不相信呢。肯定啊，你们早就套好招了吧？才不是呢，你们真是。小张这是因为风月小姐交代过了，人家才过来帮忙的。你们说，人家就在这待了一上午，你们就拉着人家问东问西的，刨根问底问那么多，你们这样我很丢人的。虽说是因为风小姐吧，但我看你跟她的关系也不错呀。就是。她呢，看上去勤快，也挺上进的。哎，珊珊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该交个男朋友了，这样我们才能放心。要是这个时候把封腾的事情给说出来，那大家不大惊小怪的才怪。我看还是改天再说吧。哎呦，我都跟你们说了，我们真的只是同事而已。同事啊，同事，不是男朋友啊？同事。小张是谁呀？男朋友。同事。珊珊的同事啊。哦。同事。王叔，行李先放这吧。哦，行李先放进去吧，我跟丽叔还要出门呢。是。我哥打电话过来，让我看着你啊。我想搬出去。现在不是说这话的时候，我们先去趟医院吧。医院？风月，丽叔，谢谢你们特地来接我，去看我爷爷。不要紧的，珊珊，我们正好要去看望薛老先生呢。丽叔，你不是在英国吗？哦，那个，他们每天都挺忙的，我在那儿太无聊了，就先回来了。丽叔，峰峰他们这么忙啊？郑琪连一点时间都没有陪你啊？珊珊，丽叔才回来呢，时差还没倒过来，你让他睡会儿吧。珊珊，在英国接电话的事情，我很抱歉。啊？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真的觉得幸好你及时帮我解围，不然我这个不会英文，跟人家根本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其实你是个挺好的女孩，是那种男生女生见了都会特别喜欢的女孩。我之前也不是
不是说瞧不起你，我就是觉得你可以更好。风腾骂你了？他没跟你说啊？啊，他真的骂你了？啊，李叔，真的，你别放在心上，我真的一点都不介意。而且这几天我正在忙我爷爷生病住院的事情，根本就没有心思想别的。等我见到他，我替你讨回公道。也不能说骂了，你说就我这性格，我能站在那儿让风腾一顿把我骂完？就是起了点小争执，但是也没什么大事儿。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。羡慕我什么？羡慕你没心计啊！我现在越来越能体会风腾为什么这么喜欢你了。他是觉得我总是反应慢半拍，喜欢欺负我。丽叔好像有心事，跟风腾大吵一架吗？如果没有什么事，不会说开了，不至于需要大吵一架吧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丽叔、珊珊，哎，赶紧的啊，看爷爷去了。你怎么什么时候过来的？爷爷，那个风小姐来看您了。哎呦，你好，你好。尤成浩，你怎么也来了？珊珊，好久不见。飞小姐，你来了，来，哎，这里坐，这里坐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啊，那个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小心意。哎呦，好的，谢谢了。爸妈，这位是袁丽书，他也是我的朋友。哎，你们好。袁丽书，连锁书店的负责人，上海最美丽文化人，又是个大官。你站着干什么？快让他们坐。啊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不用了，我们就是来看看爷爷的。爷爷，你好些了吗？感觉怎么样啊？好了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哎，前一阵啊，就是因为我忙，这都知道，现在做生意都很难的。哎，早知道你们来，哎，给爷爷换个大点的病房去吧，我。哎，你们俩来都没地方坐，这多不好意思。讲究这个干嘛呀？我们就是专程来看爷爷的，只要爷爷舒服了，我们就开心了。哎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尤成浩，我们柳柳的男朋友。哎，别看他年纪轻，可是企业的二当家哦，格局还是有的。他只是觉得让你们到这种地方来探病，心里怪不好意思的，对吧？好了，不用忙了。医院这种地方有什么好来的？我们也不是很讲究的。冯小姐，我看家父很快也要出院了，你很忙的，以后你就不用再来了。这是真的是谢谢，打扰你们了。千万别说客气话，伯父。我还想啊，等爷爷稍微好一点，到时候你们一家人到上海一起来玩，我做东好好招待招待你们。啊，一定。珊珊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让你那么尴尬。没事儿，你高兴一点儿。我就是好奇，那尤成浩他怎么又来了？哎，说来话长，他自从知道你跟风腾在一起，也许他想从我这儿和风腾攀点关系吧，他就3天2头往我那儿跑。我现在躲他呀，就跟做贼似的。没想到昨天晚上，在我家正好和我妈碰个正着。我妈那个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那你妈是不是又得让你们和好啊？我也不想啊，可我妈非逼着我说，如果不跟她和好的话，我就得跟她回老家了。柳柳，你说你这都已经搬出来了，工作也稳定了，你都这么大了。你就别什么事儿都听大伯母的呀。算了吧，爷爷现在正生着病，大家都乱成一锅粥了。这个时候我就别再添乱了。
我现在呀，只想让我妈早点回老家去。对了，你跟风腾的事儿，我警告过尤成浩了，不准他瞎说。嗯，好，谢谢你哈。珊珊爸妈看起来倒是老实人，为人也客气。不过那个大伯母实在也太聒噪了一点，还有那个姓尤的，什么尤成浩，堂姐的男朋友吧，感觉怪怪的。可是珊珊跟她堂姐好像关系很好。我听珊珊提过，说那个堂姐好像人又挺聪明的，也挺漂亮的。嗯，这倒是真的。不过呀，看男人的眼光差了一点。你说以后要是他们真的结婚了，那个姓尤的跟我哥，不就成了连襟了？哎呀，您这也担心太多了吧？你哥是跟珊珊谈恋爱，又不是跟珊珊的亲戚谈恋爱。再说了，这是堂姐妹，不是亲姐妹。你谈个恋爱在乎这么多，那你累死算了。嗯。哎，丽叔。我哥打电话来让我无论如何要留住你，也没说明原因。这次你们去英国到底发生了些什么？这不太像你以前会说的话呀。你跟我哥摊牌了？哎，郑琪。我还从来没有一觉醒来睡在我旁边的女孩竟然走了这样的经验，一想起来真是令人难过呀。抱歉，我需要点时间好好想想。想什么？还不想放弃风腾？郑琪，我喜欢了风腾12年。这期间我也谈过恋爱，但是我知道，我真正喜欢的人是风腾。12年真的很久，久到那天我突然在你房间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不喜欢风腾了，心里还有点慌。你是说，你发现自己不喜欢风腾，喜欢我了，所以心慌，对吗？我不确定。不确定什么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人喜欢一个人12年，然后突然之间过了一个晚上就爱上别人了。就算我确定我现在不喜欢风腾了，我也不能确定我现在喜欢的人是你。对不起啊。没有什么可对不起的，你说的有道理。我们仔细回忆一下那天下午发生的所有事情。一开始我跟风腾吵了一架，然后我们开心的过了一下午，紧接着我们遇到了流浪汉，你又为我受了伤。那天下午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太戏剧化了。我觉得很有可能我只是在大海上飘着飘着飘着，时间长了，我想抓住一根浮木。袁丽书，我现在只想知道一件事情，不，是2件事。第一，你现在知道我很喜欢你了吗？我知道。那你有可能喜欢我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。Yes or no？ Yes。但是不是现在？我现在说是，对我们都太不公平了。我知道了。不过，我可以等你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不会等太久的。赶快想清楚。
珊珊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小白，不怕高薪水？不怕呀，我退休了。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也不怎么发烧了，伤口的肿胀也退了很多，医生说没什么大的。我是在问你啊。我一直都很好。是吗？那待会儿我们去医院看一下你爷爷。小张，把车取过来，等一下送我们去趟医院。是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我先给我妈打个电话。说什么？我们的事儿，我还没跟家里说呢。什么事啊？其实也没有，是因为，因为爷爷生病不太适合，因为柳柳分手，所以时间不对，不行，太牵强了。因为，薛珊珊，你爸妈来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是你出国之后，他们突然之间过来的。那你爷爷生病了，你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？你在国外开会，我怕打扰你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关系不稳定，早晚都会分开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根本就不配做你男朋友？我们的关系有那么见不得人吗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关系不稳定，早晚都会分开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根本就不配做你男朋友？我还是说不出口，为什么？这阵子，其实我有很多机会跟爸妈好好说说风腾的。难道我真的像风腾所说的，潜意识里一直觉得我们一定会分手？所以交往之后，我不敢再去他的办公室吃饭，不敢让同事知道，甚至不敢告诉家里人。就连请双姨、柳柳吃饭的那次，如果不是风腾主动提起，我估计也没想到。别人隐藏男朋友是因为他上不了台面，而我隐藏男朋友却是……啊，薛珊珊，风腾所有的付出都那么真心，你怎么打心底就觉得一定会分手呢？可是能怪我有这样的念头吗？尤其在大公司里，任何风吹草动都是以高倍数显微镜被大家检视，所有人都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，所有人都是不看好我跟风腾。这能怪这些同事吗？如果跟个助理背着谈恋爱，那也就罢了，但对象是大老板啊，这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这么不真实的存在。唉，渺小的我不该有所保留，保持着些许面对现实的清醒，好面对梦醒的那一天吗？是，我们之间就是有这么大的差距。你知
什么都不知道，为什么比我还生气？难道我很轻松吗？风腾，我怎么觉得一定会分手？我多害怕分手后的伤痛哦。